怪物猎人荒野又名威力加强版巨魔之地，披着狩猎伪装的藤冈耀生态游戏，联机校传之调调线，异世界丁真之我和我的动物朋友们。从前几次测试的爆炸优化，到试玩会上怪物 AI 当众发癫引发三太子的愤怒之火，再到游戏发售后 Steam 的环大陆好评。开个玩笑，当然不是环大陆好评，而是除了媒体，所有地区的玩家都在疯狂打差评。不推荐评价，游戏是半成的，更新是分段的，优化是爆炸的，卡表是没幕的。4分评价，一坨包装精美的答辩。5分评价，我喜欢战斗，也喜欢在地图里乱跑，但是莫名其妙的过场和强制行动时间让我不知道这个开放世界有什么被设计出来的必要。10分评价，怪物猎人荒野，一款开启共斗游戏革命的元宇宙级别大作，智能的防沉迷系统，瞬移队友构建量子纠缠态，时间停止演绎相对论奇迹，联机稳定性遵循测不准原理，不掉线是暂时的，掉线是一定的。赛博牛马们的福音，请假打到昏天黑地，救援按到手指抽筋，索伦荣刷出条件反射，拼刀刀拼出美好人生。游戏里也在上班，以及绿色环保的怪物设计，首发数量堪比濒危目录，亚种换皮泛滥成灾。这是墨冰皮的火龙，这是绝症晚期的杨酷酷，这是明智龙在荒野的远房亲戚。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他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我寻思挺多男同胞都跟我一样吧，但凡是能自定义角色的游戏，猎人界面都能捣鼓个半天。大老爷们当然是要玩女号啊！然而一进正式游戏，屎黄色的滤镜就把我狠狠的肘击。风景之地龙宝宝们的生存环境是不是有点太恶劣了点？有种梦回童年 PS3 机房清一色尿黄游戏的感觉，也是很怀旧了。看网上说把体积物什么的关了就舒服了，还真是感觉把我的近视都给治好了。虽然但是老卡呀，荒野这比一大堆 UE5 游戏都拉垮的性能表现，我是真的没办法帮你洗啊。画质模式少帧率，帧率模式少画质，平衡模式画质帧率都没得，你妈逼我买 PS5 Pro 是吧？我猜很多人就要跳出来说了，明明是你的 PS5 不行了，关游戏啥事儿啊？嗨，看看 PC 端的操作吧，显存不够直接被优化，明明是动作游戏，一个劲的推荐拼好帧，官方性能测试专挑简单场景，跑出来的结果能准，这他妈有鬼了呀！哎呦，骂也骂了，买也买了，再痛苦也不得不坐下来品尝了。走进帐篷，掏出我的本命武器来，起码这次大宝剑啊，改的我玩着还是很爽的。集中模式就跟开了那个辅助一样，直接就把龙头给我狠狠的锁死了，开门也不会开歪了。再者你知道的，大剑绝大部分派生都有蓄力时间嘛，集中模式就可以疯狂的修正出刀方向和身位，刀也不用收了，直接进化成近战坦克了。阿弟防御稳如老狗，集中贯穿爽到想抠，上捞击毙连接飞机。新刀不仅大大扩充了大剑玩家的灵活和反击策略，而且是真他妈的帅呀！不过呢，凹多这个相杀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我想在蓄力状态翻滚取消掉上捞斩，这个手柄对应的按键属实是有点太抽象了呀。其实还不止啊，虽然我不玩重棍，但是刷到贴吧 AYC 手梦回 PSP 的帖子，确实也把我给看乐了。进入主线剧情，哎呀，这镜头感十足的播片，这丝滑无缝的新手教程编排，哎呦，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怪物猎人吗？如果说7年前的世界尚且处在剧情任务既要又要的尴尬期上，那么这代荒野可以说完全打破了过去怪猎传统的接任务、打任务、报告任务的流程推进模式。整个下文内容给人感觉始终处在节奏紧密的叙事线中，不是在打怪就是在打怪的路上。当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还是位高冷猎人什么时候逼花这么多了？绝报闭嘴！只能说哑巴主角玩多了，再玩荒野多少是有点不适应的。毫无疑问，本作在狩猎任务与剧情叙事上的结合可以说是历代最佳。但就游戏的其他方面内容，怪物猎人荒野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甚至是不及格的。
以藤冈耀为首的4季组员工疯狂的想向玩家们推荐他们做的优秀生态。但是说真的啊，画面表现上的进步也许是技术力提升带来的，但是公式化生态你再怎么进化，也就还是公式化生态啊。初看可能惊艳，但一张地图来个几遍就发现它还是以前那个公式。我承认你的风景做的可能有点好，但是能不能别强迫我一直跟着你们的路线走啊？像这种我能摇杆动个几下的都算好了，有的时候录音龙跟你们开了代驾一样。您是给我自动托管了吗？不是我寻思我也没喝酒啊，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做主线的时候看见路边亮亮的素材，但是又不让我摸，真的要逼死强迫症呀。从龟速散步到强制观光，从站桩对话到意义不明的过场，本来首发内容就少得可怜，一半还都是硬空的看风景加水台词。如果说崛起在 NS 上的首发版本风声雷神龙打一半，强行分割内容到下个月更新已经让你感到抽象，那么这次荒野的 1.0 三太子属于是连都不要了。没火还要硬藏，没火还要硬整，强行靠着力战加狂龙化加护龙3重换皮系统，也就搞出来这么点的首发内容量，甚至还要为了搞他们那个破逼持续运营再抠点内容出去，就夸张到什么地步啊？解禁怪的白赤龙甚至连装备都没得做啊！你问我为什么？因为玩家打的就是条下位的白赤龙，上位的我他妈还没更新呢！一看更新预告，好家伙，炮虎龙给我看笑了呀！感觉根本扛不住现在荒野猎人的装备强度啊！哦不对，搞不好这个版本大家辛辛苦苦刷出来的装备，下个版本一更新就进废品回收站也说不定。实际上从开荒开始，荒野就给我强烈的像怪物猎人世界的即视感。可能有人会说，哎，都是同一个组做的怪猎，像不像又怎么了呀？但是这套用世界的地形结构，套用世界的 UI， 套用世界但小改的怪物皮套，甚至猎人发型很多都还是套用了世界那套模型。这少说从冰原算开发了5年，是不是有点太偷懒了呀？俩游戏找个类似的场景摆在一起看，分不清啊，我真的分不清啊。还有这代让人感觉过分迟早的这个剧情，连起来基本可以概括成：大家好，今天很荣幸作为一个封禁之地的孩子来到联合国，讲我和我的动物朋友们的故事。这个世界不但属于我，也属于我和我的动物朋友们。我家的附近有青蛙，骑马放牧时曾经遇到过猴。夜里有雪豹踩着冰雪出现，天空中有火龙，雪地有小虫。不是丁丁，你不是在隔壁代言桃毛兽王做的汉堡吗？怎么变成小孩跑到我这儿来了？夸张哦！虽然说野生动物保护从我做起，毕竟连哈基米都是地位最高的一级，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吐槽一句，在一个狩猎游戏里讲生态治理主题，是否搞错了什么？一句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想要自由啊！差点没把我搞晕啊！桃毛兽王，我他妈也是自由的，怎么不救救我呀？你要单纯把小孩哥塑造成一个极致的动保主义还则罢了，先强行动保给玩家来那么一下，后面又直接3句话被说服，更显得剧情像过家家的儿戏。好在这代杀伐果断的猎人纯纯是来封禁地下乡扶贫来的，我管你这那的，都给我杀杀杀！不过是问老婆要个狩猎许可的事情，一点都不麻烦。到后面更是演都不演了，直接一个人硬控竞技啊！然而等到下位结束，我才发现再牛逼的猎人现实里也只是给卡普空工会打工还要自掏300块门票的牛马。家人们，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游戏，而这个荒野是个巨大的手游啊！每日奖励、每周任务、刷跑龙、拼好刀，不是你到底学的哪家的手游圣遗物系统都给整出来了呀？也就10年前，三太子带人从腾讯那偷来的时装风格还算我能品鉴一下的部分了。优化爆炸，内容量捉鸡，分段更新，促间最终为怪物猎人荒野打出15分。也许卡普空根本不在乎什么怪物猎人新作的质量和创新，只是猎人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怪猎罢了。